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林晓，别装了。张磊的声音尖锐刺耳。你一个没背景的小丫头，凭什么跟我斗？会议室里，林晓紧握着手中的文件夹，指节因为用力过度而发白。她看着对面张磊那张得意洋洋的脸，心中的怒火几乎要爆发出来。张磊，这个项目是我跟进了3个月的，你凭什么说夺走就夺走？凭什么？张磊冷笑一声，就凭我有关系，有背景，就凭你只是个租房子挤地铁的普通员工。李总坐在主位上，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，仿佛在看一场早已知道结果的戏。够了，他终于开口，林晓，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交出你的供应商资源，配合张磊的工作，要么收拾东西走人。林晓的心脏狂跳，他从未想过会有这样的一天。3个月的努力，3个月的付出，就这样被人轻易践踏。我需要时间考虑。他强忍着颤抖说道。考虑什么？张磊不屑地撇了撇嘴。林晓，你要认清现实，在这个圈子里，没有背景就是原罪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3个月前，林晓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家公司遭遇如此的屈辱。刚入职时，他满怀热情地走进这栋写字楼，心里想的是要用自己的能力证明，即使没有显赫的背景，也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里站稳脚跟。新来的小林是吧？部门经理李总上下打量着他。听说你是从小公司跳槽过来的？是的，李总。林晓恭敬地回答。我们这里不比小公司，竞争很激烈。李总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轻蔑。不过没关系，年轻人嘛，多历练历练总是好的。第1个月，他每天都是最早到办公室，最晚离开。为了熟悉业务，他主动加班到深夜，研究市场资料，分析竞争对手，整理客户信息。林晓工作很努力，同事们私下里都这样评价他。是啊，就是没什么背景，在这个行业里想出头不容易。听说他租的房子在城郊，每天坐地铁要1个多小时。哎，普通人嘛，能怎么办？林晓听到这些议论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知道同事们没有恶意，但这种被贴标签的感觉让他很不舒服。不过他没有时间去计较这些，因为他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。这个项目如果做成功了，至少能为公司带来500万的收益。林晓兴奋地向李总汇报，我已经做了详细的市场调研，这个领域目前还是空白，我们完全有机会成为行业标杆。李总随意地翻了翻他的报告，看起来还不错。不过这个项目风险很大，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。是的，但是回报也很可观。林晓满怀期待地说，而且我已经联系了几个潜在客户，他们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。是吗？李总终于认真地看了他一眼。那你先做个详细的方案出来，我们再讨论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林晓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个项目上。他跑遍了半个城市，拜访了数十家公司，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。林晓，你最近很拼啊。办公室的同事看着他疲惫的样子，有些心疼。还好，就是想把这个项目做好。林晓笑着说，眼中闪烁着光芒。听说你联系的那几个客户反应都很好。是的，有2家已经明确表示了合作意向。太厉害了，这是他第1次感受到成功的滋味，也是他第1次觉得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。可是他没想到，这份认可很快就会变成别人的嫁衣。
张磊是在林晓项目进展最顺利的时候来到市场部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张磊，刚从总部调过来。他的自我介绍很简洁，但是那种与生俱来的自信和优越感却让人印象深刻。欢迎欢迎，李总的态度格外热情。张磊是从总部来的，有着丰富的项目经验，大家要多向他学习。林晓礼貌地笑了笑，继续埋头工作。听说你在负责一个大项目？张磊走到林晓的工位前，语气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味道。是的，一个市场开发项目。林晓抬起头，客气地回答：市场开发啊。张磊点了点头，这个领域我很熟悉，以前在总部的时候做过类似的项目。那太好了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可以向你请教。当然可以，张磊微笑着说，但是那笑容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冷意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林晓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。林小姐，很抱歉，我们公司经过慎重考虑，决定暂时搁置这个合作项目。为什么？我们之前不是谈得很好吗？是的，但是情况有所变化。不过您放心，如果将来有机会，我们一定会优先考虑与您合作。这是第一个客户，第二个、第三个也是同样的说辞。1个星期内，林晓精心维护了2个月的客户关系全部出现了问题，真相很快就水落石出了。林晓，你过来一下。李总在办公室里叫他。林晓走进去，发现张磊也在那里，正在向李总汇报什么。怎么了，李总？是这样的，李总说，张磊接手了你的那个项目。什么？林晓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接手我的项目？对，李总的语气很平静，好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。张磊有更多的资源和经验，能够更好地推进这个项目。可是这个项目是公司的项目。李总打断了他。林晓，你要搞清楚，个人服务于公司，而不是公司服务于个人。林晓感觉自己的血液都要凝固了。他看向张磊，发现对方正在整理着他的资料。这些资料是我这几天整理的。张磊头也不抬地说，不过有些数据还需要核实。林晓一眼就认出了那些资料，那是他花了2个月时间收集整理的市场调研报告。那是我的资料，公司的资料。李总纠正道，你在公司期间收集的所有资料都属于公司财产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李总的语气开始变得严厉。林晓，你的工作态度让我很失望。公司决定让更合适的人来负责这个项目，你应该配合，而不是在这里争执。林晓感觉自己的心被狠狠地撕裂了。他看着张磊，看着李总，突然明白了一切。你们早就商量好了。他的声音很轻，但是每个字都清晰可闻。商量什么？张磊终于抬起头，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。林晓，你想多了。我想多了。林晓冷笑，是你联系了我的客户，是你破坏了我的合作关系，现在又要抢夺我的项目成果，证据呢？张磊反问道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做了这些事？林晓哑口无言。他确实没有证据，只是心里清楚这一切都不是巧合。好了，别争了。李总不耐烦地说。林晓，公司的决定已经下达了，你要么配合，要么什么？要么找其他适合你的工作。办公室里的空气几乎凝固了。林晓看着李总冷漠的表情，看着张磊得意的笑容，心里涌起了一股巨大的愤怒。我明白了，他说，我彻底明白了。那就好。李总说，希望你能配合张磊的工作。配合。林晓重复了一遍这个词，让我配合一个抢夺我劳动成果的人。林晓，
你说话注意点。张磊的脸色沉了下来。什么叫抢夺？这是正常的工作调整。正常。林晓的声音开始颤抖。你用什么手段联系我的客户？你心里最清楚。我警告你，不要血口喷人。张磊站了起来。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光明正大的。光明正大。林晓也站了起来。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的客户在同一个星期内全部改变态度？那是因为你的方案本身就有问题。张磊毫不示弱。客户不是傻子，他们能看出来哪个方案更有价值。我的方案有问题。林晓气得浑身发抖。我的方案是经过2个月的市场调研得出的，每一个数据都有据可查。调研？张磊嗤笑一声。你以为跑腿，问问价格就叫调研？真正的调研需要的是资源，是渠道，是关系网。关系网。林晓终于明白了。所以你就是靠关系网抢走了我的客户。我没有抢走任何人。张磊冷冷地说。我只是让客户看到了更好的选择。更好的选择。林晓气急反笑。你的方案在哪里？我怎么没看到？我的方案正在完善中。完善？林晓指着桌上的资料。你完善的是我的方案吧？够了。李总终于忍不住了。你们2个吵什么？这里是办公室，不是菜市场。李总。林晓转向他。我只想问一句，如果有人抢走了你的劳动成果，你会是什么感受？劳动成果？李总冷笑。林晓，你搞清楚，你只是个执行者，真正的决策者是公司。执行者？林晓不敢置信地看着他。这个项目从立项到实施，每一个环节都是我亲自参与的。现在你告诉我，我只是个执行者？没错。李总点了点头。你负责收集资料，整理数据，这些都是执行层面的工作。而真正的项目规划和客户关系管理，需要更有经验的人来负责。所以张磊就是那个更有经验的人。当然，李总看了张磊一眼，他有总部的工作经验，有更广阔的视野，有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。资源整合能力。林晓重复着这个词，就是抢夺别人成果的能力。林晓。张磊彻底怒了。你再说一遍试试。我说什么了？林晓毫不示弱。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事实。张磊走到林晓面前。我告诉你什么是事实。事实就是你一个没有背景的小丫头，在这个行业里永远都只能做别人的垫脚石。垫脚石？林晓的眼中闪烁着愤怒的火光。那你告诉我，你的背景是什么？我的背景？张磊骄傲地抬起下巴。我叔叔是公司的董事长，我表哥是总部的副总裁。我从小就接触这个行业，我的人脉关系遍布整个圈子，所以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为所欲为？张磊哈哈大笑。我只是在用我的优势。在这个社会里，有背景的人用背景，有关系的人用关系，这有什么错？那努力呢？专业能力呢？林晓的声音在颤抖。这些都不重要了吗？努力、专业能力？张磊轻蔑地看着他。这些东西只有没有背景的人才会当宝贝。好，很好。林晓点了点头。我算是见识了什么叫做赤裸裸的霸道。霸道？张磊不屑地撇了撇嘴。这叫现实。林晓，你还是太天真了。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靠努力就能成功的，那是靠什么？靠背景，靠关系，靠不择手段。没错，张磊毫不掩饰，这就是游戏规则，适者生存，弱肉强食。那天晚上，林晓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坐了很久，他看着窗外的霓虹灯，想起了刚入职时的雄心壮志，想起了这3个月来的努力和付出。
可是现在，这一切都被人轻易地夺走了。他拿起手机，想要给家里打电话，但是手指悬在屏幕上，最终还是放下了。他知道，如果家里人知道了这件事，他们一定会心疼他。第二天一早，林晓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办公室，张磊已经在那里了，正在和几个同事讨论着什么。林晓来了，有同事看到他，招呼道：“快过来。”张磊正在讲他的项目规划，林晓走过去，发现张磊手里拿着的正是他的那份市场调研报告。这个市场的潜力确实很大。张磊正在滔滔不绝地讲述，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切入。林晓静静地听着，心里涌起了一股强烈的讽刺感。这些分析，这些数据，这些结论，每一个字都是他亲自写的。张磊，你这个分析太精彩了，同事们纷纷赞叹，这就是专业素养的体现，不愧是总部来的。张磊满意的笑了，然后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林晓。林晓，你觉得这个规划怎么样？林晓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说：“很好，非常好，是吧？”张磊得意地说：“这就是经验和视野的重要性。”接下来的几天，林晓眼睁睁地看着张磊用他的成果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赞扬，而他则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边缘人物。林晓，你把这些资料整理一下。张磊把一堆文件扔在他面前，这些资料是项目相关的，需要重新归档。张磊头也不抬地说：“记住，要按照时间顺序排列。1个月后，项目正式启动了。”张磊成为了项目负责人，而林晓则被边缘化，只能做一些琐碎的执行工作。林晓，现在项目进入了关键阶段，我需要你把所有的供应商信息都整理出来，包括联系方式、报价单、服务条款等等。这天，李总把他叫到办公室。为什么？林晓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但还是想听李总亲口说出来。因为这些资源需要统一管理，不能由个人掌控。李总的语气很严肃，这是公司的规定。可是这些供应商都是我私人联系的，有些还是我朋友介绍的。林晓，李总打断了他，你要搞清楚，你现在是公司的员工，你在工作时间内获得的任何资源都属于公司。林晓感觉自己的血液都要凝固了，他明白了，这是李总和张磊的最后一招，要彻底掏空他的价值。我可以拒绝吗？他问。当然可以，李总冷笑，但是后果你要承担。林晓走出李总的办公室，心情复杂到了极点。他知道，如果拒绝交出这些信息，他在公司就彻底没有立足之地了。他回到工位，张磊正在那里等他。怎么样？李总跟你说了吧？张磊的表情很轻松。其实这对你也是好事，以后你就不用承担这么大的责任了。张磊，林晓终于开口了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觉得这样公平吗？张磊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公平？林晓，你还是太天真了。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绝对的公平？有背景的人用背景，有关系的人用关系，有能力的人用能力。我用我的优势，你用你的优势，这就是公平。我的优势？林晓苦笑。我有什么优势？你的优势就是你勤奋，你努力，你专业。张磊的语气很真诚，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品质，但是这些品质换不来项目，换不来业绩，换不来认可，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式。张磊走到林晓的工位前，压低了声音，林晓，我们可以是朋友，也可以是对手，选择权在你。林晓看着张磊的眼睛，那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冷漠。我明白了，他说，1个小时后
他把一个文件夹交给了张磊。这是什么？张磊问。你要的供应商信息。林晓的声音很平静。张磊接过文件夹，快速翻看了一下，眼睛顿时亮了。这么多，林晓，我没想到你的资源这么丰富，还有一份在李总那里。林晓说，他说要过目一下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些信息，我们的项目就更有把握了。张磊兴奋地说。林晓，真的谢谢你。林晓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半个小时后，李总的办公室里传来了愤怒的声音。林晓，你给我过来。林晓慢慢走向李总的办公室，张磊紧跟在后面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李总举着手里的文件，脸色铁青。林晓看了看，那是他刚才给李总的供应商名单。您看到了什么？他问。这上面的公司。李总指着其中一个名字，声音在颤抖。这是……他的话说到一半就停住了，因为他看到了林晓脸上的表情，那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表情，平静中带着一丝嘲讽，淡然中透着强大的自信。李总，您是不是想问这个公司是什么来头？林晓的声音很轻，但是每个字都清晰可闻。张磊也凑过来看了看名单，当他看到其中一个公司名称时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这不可能，他喃喃自语。怎么了？林晓问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李总的手在颤抖，他放下文件，死死盯着林晓。我是什么？林晓反问。就在这时，李总的手机响了，他看了看来电显示，脸色更加难看。喂，董事长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，虽然林晓听不清具体内容，但是他能从李总的表情变化中猜到大概。是的，我知道了。什么？您说什么？好的，我马上处理。李总挂断电话，看向林晓的眼神已经完全变了。林晓，我们需要好好谈谈。他的声音有些发抖。好啊，那我们就谈谈吧。林晓说。突然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，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，穿着笔挺的西装，神情严肃。王总。李总立刻站起来，脸上的表情既紧张又谄媚。张磊也慌忙站起来，但是他的脸色已经苍白如纸。来人正是公司的董事长王志强。王叔叔，好久不见。林晓微笑着和他打招呼。这一声王叔叔让李总和张磊彻底懵了。林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在外面开会，接到您的电话就赶过来了。王志强的语气很客气，甚至带着一丝歉意。王总，我不知道林晓他是……李总的汗水已经开始往下滴了。他是谁？王志强的语气开始变得严厉。她是林总的女儿。李总的声音小得像蚊子。张磊听到这话，双腿一软，差点没站稳。林总，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林晓。你是说林氏集团的林总？林晓点了点头，准确地说，是林氏集团现任董事长林建国的女儿。王志强带他回答道。办公室里的空气几乎凝固了。林氏集团，那可是这个城市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，而林晓供应商名单上的那家公司，正是林氏集团的核心子公司。所以，王志强继续说道，当林小姐把她的供应商名单交给你们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在告诉你们她的身份。李总的脸色已经从红转白，从白转青。王总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不知道什么？王志强的语气变得更加严厉。我想先问问他们一个问题。林晓开口了。什么问题？我想问问他们，现在知道了我的身份，还觉得这个世界是弱肉强食的吗？
李总和张磊都低着头，不敢回答。看来，林晓说道，有些人只有在遇到比自己更强的人时，才会明白什么叫做尊重。林小姐，你们的错误。林晓打断了李总，不是不知道我的身份，而是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公平和尊重。就在这时，林晓的手机响了，他看了看来电显示，然后接了起来。喂，爸爸，小小，怎么样了？电话里传来一个温和的男声。还好，基本解决了。那就好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随时告诉我。好的，爸爸。林晓挂断电话，看着李总和张磊震惊的表情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他的表情突然变了。他拿起桌上的那份供应商名单，仔细看了看，然后脸色瞬间变得严肃起来。王叔叔，我需要和您单独谈一下。好的，李总，张磊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李总和张磊如获大赦，连忙离开了办公室。办公室里只剩下林晓和王志强两个人。王叔叔，林晓的声音变得很低，我刚才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林晓指着名单上的一个公司名字，这个公司已经破产了。什么？王志强大吃一惊。而且，林晓继续说道。林晓的话说到一半，突然戛然而止。他的眼神定格在办公室门口，脸上的血色瞬间消失殆尽。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缓缓走向办公室，那张脸让他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。不可能，他喃喃自语，声音小得像蚊子。王志强注意到了林晓的异常，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也愣住了。林晓的手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，他紧紧抓住桌边，指节因为用力过度而发白。眼前的这个人是他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的。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他一边后退一边摇头，眼中满是不敢置信。然而，当那个人抬起头与他四目相对的瞬间，林晓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，他的腿软得像棉花一样，几乎要瘫坐在地上。你怎么会？他的声音在颤抖，话语支离破碎。就在这时，那个人开口了。当他说出第一个字的时候，林晓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。站在门口的是一个30多岁的男人，穿着得体的西装，面容俊朗。但当林晓看清楚他的脸时，他的世界彻底崩塌了。小小，好久不见，他微笑着说道，声音温和的让人心碎。表哥，林晓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已经什么？林浩然走进办公室，已经死了吗？林晓的眼泪瞬间涌出，他想起了3年前那个噩梦般的夜晚。那时候，家里人告诉他，表哥在国外出了车祸，已经。可是他们说我死了。林浩然轻笑一声，那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。善意的谎言。林晓的声音在颤抖。你知道我这3年是怎么过的吗？你知道我为了你的死有多自责吗？自责？林浩然皱了皱眉。你为什么要自责？因为是我害的你。林晓终于爆发了。如果不是因为我的任性，你就不会去国外，就不会出事。王志强在一旁看着这一幕，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小小，你误会了。林浩然走到他面前，我没有出事，我一直都很好。那为什么要让我以为你死了？因为我需要处理一些事情，一些很复杂的事情。林浩然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，而且我需要让你独自成长。林晓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，所以你就让我承受失去你的痛苦。小小，不要叫我小小。林晓打断了他，你没有资格叫我小小，
办公室里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。林小姐，我想我们需要私下谈谈。王志强识趣地说道。不用。林晓擦了擦眼泪，该说的就在这里说。他转向林浩然，你说你需要处理一些事情。什么事情？关于家族企业的事情。林浩然说道。3年前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内部的阴谋，有人想要吞并林氏集团。什么？为了查清楚这个阴谋，我必须假死脱身，暗中调查。林浩然继续说道。而且，我需要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用你的方式证明自己。证明自己？林晓冷笑。所以我这3年的痛苦，都是你的一个测试。不是测试，是历练。林浩然说道。小小，你需要明白，作为林家的人，你必须具备足够的能力来面对各种挑战。我不需要你的历练。林晓怒道。我只需要你告诉我真相。真相？林浩然看了看王志强。好吧，我告诉你真相。3年前，我们发现王志强的公司内部有人在为敌对势力工作。什么？王志强大惊。没错。林浩然点了点头。有人想要通过控制王志强的公司，来获得我们林氏集团的商业机密。这不可能。王志强说道。我的公司里不可能有这样的人。不可能。林浩然冷笑。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的公司最近接到的几个大项目，都是我们林氏集团的竞争对手给的？王志强愣住了。而且，林浩然继续说道，你的公司里有人一直在搜集关于林氏集团的情报，包括我们的财务状况、业务策略，甚至是家族成员的个人信息。这怎么可能？很可能。林浩然说道。因为这个人就是你最信任的人之一。谁？李总。这个答案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。李总？王志强不敢置信。不可能，他跟了我10年了。10年？林浩然笑了。那你知道他这10年都在做什么吗？他在为我工作。他在为你工作的同时，也在为别人工作。林浩然说道。他把你公司的机密，包括与我们林氏集团的合作细节，都透露给了竞争对手。这太荒谬了。王志强说道。我需要证据。证据？林浩然拿出一个文件夹，这里面都是证据。王志强接过文件夹，快速翻看了几页，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。天哪，这是真的？现在你相信了吗？林浩然说道。而且，李总不仅仅是在窃取商业机密，他还在故意制造公司内部的矛盾，试图让优秀的员工离开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他对林晓的打压，不仅仅是因为个人偏见，更是因为他知道林晓的身份，故意要把他逼走。林晓听到这话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他知道我的身份？是的。林浩然点了点头。他很早就知道了。那他为什么？因为他想要通过欺负你，来激怒我们林氏集团，制造矛盾，然后从中获利。原来如此。林晓喃喃自语。而张磊？林浩然继续说道。她虽然确实是董事长的侄女，但她也被李总利用了。怎么利用？李总告诉她，只要她能够压制住你，就能够得到更多的项目和机会。林浩然说道。所以他才会那么积极的与你对抗。原来是这样。不过，林浩然的语气变得温和起来。张磊本质上不是坏人，他只是被人利用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王志强问道。现在，林浩然说道，我们需要清理门户。清理门户？李总必须离开。林浩然说道。而且，我们需要对整个公司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。好的，我会配合的。王志强说道。还有，林浩然看向林晓，我希望你能够留下来，
帮助我们重建这个公司。重建？林晓有些疑惑。是的，林浩然说道，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真正公平、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文化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。林浩然说道，更重要的是，你证明了自己的品格。品格？是的，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你也没有利用自己的身份来报复别人。林浩然说道，这就是我最欣赏你的地方。林晓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，我需要时间考虑。当然，林浩然说道，你有充足的时间来考虑。不过，林晓又说道，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张磊留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需要一个机会，一个真正的机会。林晓说道，而且我相信他能够改变。好的，林浩然点了点头，我同意。那么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王志强说道。开始什么？开始清理门户，开始重建公司。王志强说道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在这个公司里，只有能力和品格才是最重要的。当天下午，李总被正式解雇了。为什么？他在被通知的时候还是一脸不解。因为你背叛了公司，背叛了我们的信任。王志强冷冷地说道，我没有背叛任何人，证据都在这里。王志强把文件夹扔在他面前，你自己看吧。李总翻开文件夹，看到里面的内容后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这是诬陷！诬陷！王志强冷笑，这些都是你亲手写的报告，亲手发的邮件。李总彻底说不出话来了。收拾你的东西，立刻离开公司。王志强说道，而且我会把你的行为通报给整个行业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李总灰溜溜地离开了公司，而张磊在得知真相后找到了林晓。林晓，我真的很抱歉，他哭着说道，我被李总利用了，我根本不知道他的真实目的。我知道，林晓说道，我不怪你，可是我做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情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林晓说道，重要的是未来。未来？是的，我们一起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。林晓说道，一个真正公平、真正有竞争力的未来。你愿意原谅我吗？我不仅原谅你，我还希望你能够成为我的伙伴。林晓说道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成长。谢谢你，林晓。张磊感动得泪流满面。我发誓，我会用我的一生来报答你的恩情。不需要报答，林晓微笑着说，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，做好我们的工作，这就足够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林晓和张磊开始了真正的合作。他们不仅在工作上相互支持，在生活中也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而林浩然也正式回到了家族企业，开始了他的新生活。小小，我欠你一个道歉。有一天，他找到林晓道歉，为了这3年让你承受的痛苦。林浩然说道，虽然那是为了大局，但我不应该让你一个人承受那么多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林晓说道，重要的是，我们现在都还好。是的，我们现在都还好。林浩然微笑着说，而且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什么事情？让林氏集团变得更加强大，让更多的人得到公平的机会。林浩然说道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好的，林晓点了点头，我们一起努力。从此，林晓开始了他真正的事业。他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帮助了无数像他一样的年轻人，给了他们公平的机会和希望。而他的故事也成为了无数人的励志典范，因为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，真正的成功不是靠背景和关系，而是靠能力和品格。这就是林晓的故事，
一个关于成长、关于坚持、关于希望的故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